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一个基础的路由介绍。那什么是路由呢？简单来说，就是当使用者要求一个网址啊，比如说我要求一个这个网址，那这个网址到底要对应到你城市的哪一个城市哪一个 HTML 页面？那这一个控制的机制就是路由机制。那今天就要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基础的路由机制到底是怎样。那可以从我上一篇可以知道说，我们今天这个 MVC 的架构，其实你的这个网址跟你这个城市的目录结构是没有一个对应的关系。那既然没有一个对应关系，应该是有在某种规则之下，它会对应到你某一个档案。那所以今天就要来介绍，它这个规则是可以自己设定的吗？在哪里设定？那我们就来简单的先介绍一下这个机制。那首先我们就要来打开这个灰门的这个档案，在这边。那这边我们到最下面的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行，这个就是预设的这个路由设定。那我们这边就来简单看一下它的设定到底写了什么东西。那第一个这个 name 这个是一个制定的名称，就是你想为这个路由取什么名称这边可以随便打。那第二个 pattern 就重点就来了，这个 pattern 就是决定你的网址该怎么去对应到你的城市的档案是怎么样对应的，就写在这里。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整串的这一个结构，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网址的结构。那这个就是网址的第一层的部分，那这里有一个就是网址的反斜线，那这就是第二层，这就是第三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层的部分，第一层它写说是 Ctrl 然后这边又等于 Home。那我们先来看 Ctrl， 其实它可以这样写这样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网址第一层的部分该摆 Ctrl， 那这边网址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先按这一个就会有了。这边就可以看到它是说你第一层的地方应该摆 Ctrl 的名称，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摆的是 Home 的话，它一个规则就会找到你 Ctrl 里面叫做 Home 的 Ctrl 的这个名称，所以第一层这边就做了一个对应。如果你网址第一层打的是 Home， 它就会对应到你城市的 Home Ctrl 的这个档案。那这边等于 Home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这样子什么都不打的时候，它就预设你第一层是 Home， 那这个是预设的意思。那第二层 A 选，它的意思就是说第二层你要摆的是 A 选的名称。那 A 选在哪里呢？那 A 选就在你第一层是 Home 嘛，所以我们就是打开 Home Ctrl 的，它就会去找你 Home Ctrl 里面 A 选的名称有没有你打的这一个名称。比如说我这个名称叫做 PRIVACY， 它就会去找说你的 Home Ctrl 里面有没有这一个方法，那可以找到，它就可以找到。那当你今天如果乱打没有，那因为第一层是 Home 嘛，那它就会进 Home 里面去找有没有 SS， 那这里没有它就会对应不到就会找不到网页。那如果有的话这边就对应到这一个。那所以说第二层就是说要摆的就是你 Home Ctrl 里面的方法的名称。那这边也是一样画入它等于 index， 就是说当你什么都不打的时候，第二层就会是 index。那我们再看第三层，第三层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有个问号，这个问号就是说你第三层可有可没有什么意思？那今天就是这样就是没有的状态。那我有的状态它也是到同一个所以这个问号是说有或没有都会对应到这一个路由规则也就是说今天没有的时候，没有第三层的时候是对应到这一个 Home Index 的这个程式，那有的话一样也是对应到 Home Index 的这个程式。那至于第三个这边未来以后可能要摆参数的一个情况会这样写，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先留到以后再讲，我们今天就专注在前面两个部分。好，那所以说今天当它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其实它是 Home 点 Index， 所以我们 Enter 下去可以看到两个的页面是一样的，就是没有的时候跟有的时候页面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当它空的时候，因为这边预设就是默认为 Home 斜线 Index， 所以这两个网址的内容是一样的。那所以说它到底对应到的网页是什么呢？其实就
就是首先它要先找说我在 home 里面到底有没有 index 这个档案，那最后它会一个 return view， 那这个 view 到底在哪里其实这边的对应就是它算是有点写死的写好了。当然所谓的写死是说它预设啦，如果它预设的位置，这个 view 就会在你的 view 的资料夹，然后这里会有个 home 资料夹，它就会对应说比如说你的 control 是 home control 的，它就会去找说 view 下面有没有这个 home 的这个资料夹，然后如果你是 index， 它就会再继续找说你 home 的资料夹下面有没有 index 的 CSHTML 这个档，然后这个就是它 return 的 view。那这是一个预设的规则路径。那当然这个预设是可以再额外制定说，你今天就不想要摆 view home index 这样的目录下，你想要摆其他目录，可以额外去做设定。但是我们今天先不教，我们今天就因为通常情况下你就照它的规则摆就好，除非你真的很有什么特殊的其他想法，你才会去做额外设定，不然其实我们就照它的规则，其实规则就也很清楚，就是你今天有 home control 的，你就在 view 下面建一个 home 的资料夹，那你未来可能会有其他的 control 的，你就是一样画葫芦去做建立。那其实我们下一章就会再教说其他的 control 的建一个新的 control 给你看。那我们今天先讲这个规则所以说今天这个 index 回传的 view就会是对应 view 资料夹 home 下面 index 的这一个资料夹。那我们把这个 where 加一点英文现在这边是没有 home 的，那我这边存个档之后再回来看home 就出现，所以证明说真的就是对应到这个 index 的这个档案。那我们这一个 PRIVACY 这个档案就会是这个档案。那我们这边一样在后面加个 home， 看看是不是真的只有这个档案。这现在是没有 home 的存个档就有 home。那所以说今天它的对应基础对应基础的预设是这样写的。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新增一个，因为你网站可能你不想用它这样的规则，我想要新增一个新的路由规则，该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在下面再写一个新的规则。那这个名称不能一样，所以我们就先加个1。那我今天想写一个新的什么规则呢？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网址我不想要2层我想要1层的话该怎么写呢？这边的话我们就再加一个参数比如说我今天这样子写起来是什么感觉呢？我把这个拿掉，这个拿掉。那这样子的写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今天预设就是会去找 home control 的，然后我今天这边 pattern 这边留着好了，我的 pattern 第一层就直接是 action。当我第一层只打 PRIVACY 的时候，它就会去找 home control 里面的 action。什么意思呢？我们直接来看实际成果我们这样设定了，本来我 PRIVACY 要这样子打网址才会进入到这一页，那我们今天加上刚刚我设定的这个规则的时候，它就第一层也对应到相同这一页，本来应该要2层才会到对应到这一页，因为我们加上了新的规则之后第一层就对应到。那这个路由规则应该也不会太难看懂，就是我已经把它写死了，我预设就是找 home control， 就是当我网址只有1层的时候，我找的 control 就是 home。那这边的话下了 action 的这个参数，就是说我就去找 home 里面的 action 等于 PRIVACY， 然后就会对应到这里，然后这里 return view， 那 return 的 view 就是这一个。那这个是一个简单你想要再新增另外一个新的路由规则，你不想要这样预设的显示方式。那当然路由的一些更多的用法当然是有很多啦，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先简单介绍一下。那初学的你应该就先用它预设就好。那至于其他的各类各式的路由写法，更深的路由写法到底要怎么写，各种变化，因为你未来做网站你一定会在网址上会有很多种变化，那个时候势必就要自己写一些路由规则。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等以后有碰到的时候再来教。那今天就是先简单示范一下它的这个网址规则是在这边去控制的。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加另外一个规则，我就在下面再加一个新的规则就可以了。好，那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路由规则是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有这么一回事，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在控制 MVC 的这个网址到底该对应到哪个档案哦，是有一个这个路由机制在做控制的，而不是就很直觉的1对1，就是网址的结构跟你程式的结构是对应的，没有它的对应是由这个路由机制再去做控制的。好，那所以说今天的影片就先简单的先介绍到这边，那下一章就会开始来介绍说怎么去建一个新的页面。好，这个影片就到这边，谢谢收看。